哎呦妈呀！一位大妈在道路中间淡定地打太极拳，挡住过路的汽车。真的好，拍到的，就是不让你过，真的好，是欺不欺人的，打不得，骂不得。中国大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她们爱操心，爱占小便宜，更爱跳广场舞。人们通常会把大妈和不守秩序、行为粗鲁联系在一起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大妈的这个话题。中国大妈呢，本来是一个中性词，并不含有褒贬。可是近年来，由于大妈们在跳广场舞时和一些其他场合中的不良表现，给中国大妈这个词蒙上了一些负面色彩。比如，他们在跳广场舞时，不管时间地点，大声播放音乐，给其他人造成很大的困扰。他们为了跳舞，有时还会与别人争地盘。一些中国大妈自私自利、爱贪便宜的心理，与其成长的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很多大妈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、60年代，正赶上大饥荒。他们在资源匮乏中长大，养成对食物多贪多占的坏习惯。1966年，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，很多青少年成为了红卫兵，在革命无罪、造反有理的鼓动下，卷入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，形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。当年红卫兵现在变老了。可以说呢，中国大妈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中共洗脑教育的结果，是共产党专制体制的产物。他们的种种低素质的表现令人摇头。一名网友在 X 平台上发布一支视频，显示一名西安大妈看到路边摊上有免费试吃的，吃到饱才走。阿姨，你吃了几块了？吃了好几块了。吃了好几块了。我是觉得好吃嘛。我们说的免费品呢，只让尝一块，你哪能一直吃着呢？我刚吃了，刚吃了2块嘛。好不好吃嘛？好吃好吃。那好吃我就外卖了。你买呀。我这给你装好了，12块钱一份，你付钱呗。你扫一下码，你扫一下码，这边可以扫码。我不会扫，今天没在家，明天过来。我相信你这一次啊，我相信你这一次。相信，肯定我说话算数。真的，明天来。行，吃完这2块，对，别再尝了啊。有的大陆女性不但在国内不守规则，在海外也是蛮横无理。本月的6号凌晨，在新加坡飞往上海的航班 SQ826 航班上，当时飞机已在滑行，准备起飞，但一名中国籍女乘客却坚持要在此时上厕所。空乘员上前劝阻，她却是无理取闹，开始砸厕所门，辱骂机组人员，跟机组上乘客对骂，言行霸道无理。网传视频显示，有乘客在劝阻这名女子时说：“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你丢人。”这名女子竟然回应称：“明天上班是你自己的事，那你现在下飞机，你有钱坐私人飞机，我丢人不止今天这一天。”并表示自己在国内乘坐航班时曾被允许在起飞前使用洗手间。及时评估情况后，决定返回登机口，让这名女子及其同伴下飞机，以确保其他乘客与机组人员的安全。乘客纷纷指责他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他却狡辩说飞机是机长停的，又不是他停的。到了登机口，他与同伴被带下飞机，移交给了相关的部门。结果他这么一闹，这架飞机整整延误了近2个小时。大陆网友纷纷批评这名女子的行为，这姐姐是不是觉得飞机是她家的？也太任性了吧！国内小仙女作妖的越来越多，这不是国内环境惯的吗？激闹真是耍流氓，违规就要被踢下飞机。有海外网友指出，很多大陆女性给人一种很蛮横的印象，都是党文化惹的祸。中国是文明古国、礼仪之邦，但从中共窃政后，山河变色，道德沦丧。有时大妈们的行为让人吃惊。山东平邑一家商场举办周年庆活动，
做了一个10米长大蛋糕，与顾客们分享喜悦。没想到不到2分钟，蛋糕就被一群大妈们抢光了，画面让人吃惊。就是11周年庆嘛，10米的大蛋糕，中年啊、老年啊、小孩啊都参与其中，整个现场场面上，都比较活跃，就是能同庆我们的生日，我们也很高兴。为了庆祝周年纪念日，这家商场精心筹划一场盛大庆典活动。商场前的中心广场被装饰的是灯火辉煌，五彩缤纷的彩带和气球飘荡在空中，营造出欢乐的气氛。在长长桌子上摆着一个10米长的巨型蛋糕，顾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抓拍这难得的瞬间。然而呢，随着活动的开始，一群精神饱满的大妈们仿佛早有准备，迅速聚集在蛋糕周围。他们手持各种容器，有的甚至直接拿出带来的保鲜盒和大塑料袋。在众人错愕的目光当中，大妈们像是在参加某种竞赛一样迅速行动，有的用手抓，有的直接像被叠被子一样将蛋糕抱走。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原本精美壮观的蛋糕就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了。在地铁上，有时也能看到大妈们的不雅行为。在辽宁沈阳的地铁上，一位大妈将鞋子脱掉以后躺在座位上，一名女生看不惯大妈的做法，下车时顺带将大妈的鞋子踢出车外，边踢还边说：“我让你下回长点记性。”坐地铁脱鞋占座的，把你车厢臭味儿，我把鞋就给扔出去踢走，我让你光脚走。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，网友们议论纷纷，有人认为女生的做法是打黑除恶。不过呢，很多网友留言表示，大妈在公共场合脱鞋，还躺在座位上，似乎把地铁当成自家的客厅，这种行为很不雅，很没有礼貌。但是呢，那位女生把大妈鞋子踢出车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，涉嫌违法。因为鞋子是大妈的，她无权没有经过同意便擅自动别人的私有财物。这位大妈也把火车当成自己的家了，躺在座位上睡觉，占了别人的座位。幸好她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妹子，她没忍心叫醒大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妹子是怎么想的。上车的时候发现那个座位被别人占了，然后看到他旁边自己做的那个萝卜干，还有那个没吃完的饼，那就感觉挺不容易的，就自己选择了站了几个小时到那个目的地。这位大妈有点离谱，她在高铁上向列车长投诉，称自己被18岁的男生调戏，把列车长弄得是哭笑不得。我们来听听列车长是怎么说的。我今年我62年的，我今年60了。我这跑一辈子车，我没见着说64岁老太婆10多岁小伙子调戏我，你跟我讲我都不会了，不知道。我有人说过你啊，这一回这10个说老太前手穿你脚踢他啊，惹不起躲不起吧？没有技术，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到达。这位女子也许是第一次坐高铁，她的座位是靠近过道的一侧，但她却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。一位乘客提醒她坐错了位置，但她不听。那位乘客无奈的只好向高铁乘务员求助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！你坐了别人的位置啊！谁说我坐在别人？我坐这里的呀。谁说你这个位置是你的？谁说这个位置不是我的呀？这上面写了过道吗？坐。乘务员要求大妈出示身份证，表示要查看她的座位信息，但大妈却只出示了车票。乘务员告诉大妈，她的座位实际上是靠近过道的。大妈表示，车票上只标明了座位号，并未明确区分是靠窗还是靠过道的。我没买票吗？这是另外一个人的位置了。这是哪个人的位置啊？这不是写了我的名字吗？你坐这里了，这个位置是别人的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里写了啦，妹子？那你就应该贴在座位上呀，你为什么贴在那里了呀？谁说要贴在座位上？每个10F10D，你就写清楚一点呀。哪个理论不是按这样做的？哪个？为什么你就不同啊？我有什么不同啊？我是坐了我的位置呀。你退出一点。我没有什么特殊啊，我买票啊，我上车我买票呀，我有什么特殊啊？这个位置是别人的啦，妹子，你不讲道理了。在乘务员劝说下，这名女子勉强将座位归还给了座位的主人，这场小风波才算是平息了。大妈没有公德心的行为无处不在。江苏苏州一名女子以每个月2000块的价格租了一栋别墅，邻居大妈却私自闯进她院子种菜，女子提醒大妈，却反遭对方辱骂。在女子租住前，
这栋别墅一直空着。大妈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便在邻居家院子里种起了菜。女子入住以后，多次试图与大妈沟通，让她不要在院子里种菜，但大妈继续我行我素，还称自己有高血压，容易中风，让女子别自找麻烦。视频中显示，2023年2月26号，女子再一次与大妈沟通，大妈甚至拿起拖把进行恐吓。大妈孙女随后出来了，本以为她会劝劝自己的奶奶，不料开口就质问女子：“你住了房子里面，外面院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女子无奈只好报警，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。这里是你种的吗？这是我的院子。这是我的院子，跟你们说过不要进来了。你还进来是吗？这是我的院子，跟你们说过了。这个院子现在租给我了。你要是想要的话，你一个月2000块钱，你自己租过去。不要在我的院子里种菜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现在的录像都会被警方留住。这个院子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你买下来的？是我租的。这里面跟外面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外面也是我租的。这外面的地我付钱了。你付的钱啊？对，这外面也是我租的。你付的钱啊？这外面是我租的，但是至少不是你们的。妈呀，知道电话给物业吧。我们两个嘞，个小狗子你要死，那个小麦皮，你个麦皮猴。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至少素质要跟上。你看你这满嘴黄，你这满嘴脏话，哪一点像一个大妈的样子？连个人的素质都没有。你自己放的垃圾你自己带回去。自己带的垃圾自己放回去。然后他的录像，然后他把我们的菜全部都烧掉了。他把我们的菜都烧掉了。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不要在这里种菜。你现在这叫非法私闯民宅。这个民宅是你的吗？你们是群。这个围墙就是我造的。你这花皮要死，你小花皮。事情到最后，结局并没有如大家所愿。女子报警后，警察不予受理，房东迫于邻居的压力，和女生解除了租赁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房东把女子赶走了。最终，女子把原视频删除了，并搬了出去。有网友表示，碰到这样的邻居，又不是自己的房子，那就赶紧搬走，没必要跟他们纠缠。也有网友表示，这个小区看上去比较高档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，因此猜测大妈可能是有背景、有门路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